骑上陆行鸟，一路畅通无阻，驰骋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间。他们很快便趁着夜色，大摇大摆地潜入了基地之内。在发现豪车的位置后，诺克提斯立即召唤雷神拉姆。只见一位年迈的老者，随手便将诺克提斯握在手中。所有帝国士兵和他们的巨型兵器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可当四人准备驾车继续自由行的时候，待涅不莱的王子，也就是露娜的哥哥瑞布斯竟然出现。他那因戴上光耀之戒而被没收的左臂，也换上了全新的机械臂。本就对国王雷吉斯充满恨意的瑞布斯，在见到诺克提斯那一刻，心中更是嗤之以鼻。他怎么也想不到，被历代先王所认可的人，竟然是如此的幼稚和愚蠢。一旁的古拉迪欧斯本想上前制止，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瑞布斯仅凭单手便将自己压得抬不起头。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帝国宰相亚丹竟然又来打起了圆场，并且表示他也会前往水都去见一见守护在那里的水神利维坦。随后四人回到了雷斯特尔姆，与伊利斯会合。为了前往水都，他们决定前往卡埃姆海峡的港口，据说那里还留有国王雷吉斯留下的游艇。在休整了数天后，他们带上伊利斯，一行5人前往海峡乘船。伊利斯的天真可爱让这一路充满了欢声笑语，众人没事拍拍照，遇见帝国士兵或者野外的怪物，诺克提斯也会召唤出雷神老爷子清场。如此帅气的招式让伊利斯恨不得立马以身相许。期间他们还遇见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龙骑阿拉尼亚。尽管阿拉尼亚属于帝国一方，但丝毫不影响诺克提斯想要睁开眼看世界的想法。有机会他一定要与这位女龙骑来一段精彩刺激的冒险。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5人很快便来到了卡埃姆海峡。此时西德尼与西德老爷子也早就先一步前来帮助他们修理豪华游艇。就在修理游艇的期间，古拉迪欧斯因为之前与瑞布斯的交手，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为了获取足够保护王子的力量，他前去找到了科尔将军。在科尔将军的帮助下，古拉迪欧斯前往了剑圣吉尔加美什的藏身地，并在这里接受了剑圣的试炼。凭借视死如归的决心，古拉迪欧斯一路斩杀各种怪物，终于领悟到了风之一刀斩。就连剑圣都不由感叹，自己1000年的苦修还不如年轻人丁一下来的痛快。相比于古拉迪欧斯的艰辛，诺克提斯这边可以说是走了桃花运。为了收集维修游艇的材料，他们开始了四处奔波。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再次遇见了亚丹，就连当时偶遇的女龙骑阿拉尼亚竟然也在这里。得知诺克提斯有难处，亚丹毫不犹豫安排女龙骑帮助他们一起探索遗迹，寻找维修需要的材料。有了女龙骑的帮助，他们这一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女龙骑人也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漂亮。要不是亚丹是帝国的宰相，诺克提斯都以为祖宗显灵了。不久后，前往水都奥尔提西的游艇维修完毕，古拉迪欧斯也学成归来，众人也到了告别的时候。为了感谢这一路上帮助过他们的朋友，众人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随后4人在伊利斯不舍的目光下，满面春风的乘坐皇家豪华游艇前往了水都奥尔提西。穿过一座供船只通行的水渠，水都绝美的风景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宏伟精致的建筑群落以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人造瀑布，形成了水都奥尔提西独有的风景线。或许也只有天空之城哥伦比亚才能与之媲美。为了尽可能低调行事，诺克提斯换上了更具隐蔽性的服装，以便能够完美的融入到周围的人群之中。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得知露娜公主正准备在水都举行与水神利维坦缔结誓约的仪式。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水神召唤仪式当天，诺克提斯不动声色，完美的隐匿在人群之中。时隔12年，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心仪的公主。可碍于大庭广众之下，二人只能通过眼神交流来表达双方的相思之情。随着露娜来到高台之上，希望水神能与自己缔结誓约，将神的力量赐予诺克提斯。水神那庞大无比的身躯也从海里一跃而起，可水神的眼里充满了对人类的不屑和蔑视。面对高傲的水神，露娜丝毫不惧，直接释放出一阵金光，将试图攻击自己的水神弹开。被激怒的水神当即释放了数百米高的巨浪，准备将整个水都淹没。此时诺克提斯也明白，靠吃软饭已经不行了，只有自己打服了水神，才能获得他的力量。在黄毛普隆普特的接应下，诺克提斯顺利接近了庞大的水神，战斗也在此刻正式打响。只见诺克提斯利用幻影剑的瞬移功能，不断在空中闪转腾挪，攻击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不断刮在水神的身躯上。但水神可以失误无数次，诺克提斯却只能失误1次。很快，诺克提斯就被水神拍晕在地，不省人事。见到这一幕，露娜本想上前把光耀之戒交给诺克提斯，但这时一直帮助他们的宰相亚丹竟然直接将匕首刺进了露娜的身体之中，随即便扬长而去。尽管身负重伤，露娜也没有放弃，她使用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将所有王之墓地中属于历代先王的力量全部汇聚到了诺克提斯的身上。在历代先王的加持下，诺克提斯傲然地悬浮在天空之上，身边浮现出了13把曾属于历代先王的武器。此时的诺克提斯强得可怕，随手一击便能斩断水神的翅膀，无数幻影剑对着水神便展开了外科手术式打击。在诺克提斯的最后一击之下，水神利维坦就像一条黄鳝一样被开膛破肚。诺克提斯也终于获得了水神的力量，但他也因此陷入昏迷。然而铺天盖地的海啸却并未退去，千钧一发的时刻，巨神泰坦挡在了二人的身前，并且释放出大量的岩石，成功化解了海啸。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量的帝国飞艇也趁机包围了上来。泰坦为了保护诺克提斯和露娜，只能拼命阻拦帝国的攻势。而在眼镜伊格尼斯这边，同样也在向着诺克提斯的方向赶去。可中途他却遇见了露娜的哥哥瑞布斯。尽管瑞布斯在为帝国做事，但他始终还是
在乎自己的妹妹，所以在见到与自己目的一致的伊格尼斯后，瑞布斯那是说反就反，立即选择和伊格尼斯合作。可当二人赶到之时，却还是晚了一步。露娜早已失去了生命，瑞布斯抱着死去的妹妹，心中无比的悲愤。身为神使的露娜，为了诺克提斯，即便付出生命，她也从未后悔过。然而亚丹却不会善罢甘休，他带着帝国士兵赶来，不仅重伤了瑞布斯，还想杀死昏迷的诺克提斯。见到这一幕的伊格尼斯拼了命的挣脱了束缚，直到现在他都还记得，当年国王雷吉斯曾拜托过他一定要照顾好诺克提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将这位王子当做了自己的弟弟，所以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诺克提斯。伊格尼斯毫不犹豫地戴上了光耀之戒。既然王者之剑成员尼克斯当初为了保护露娜，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用戒指的力量，那么他同样也能做到。伊格尼斯的决心让历代先王赐予了他短时间的力量，而代价就是双目失明。依靠这股力量，伊格尼斯成功击退了亚丹，随后便瘫倒在了诺克提斯身边。一旁恢复过来的瑞布斯则被伊格尼斯的觉悟所感动，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而此时昏迷中的诺克提斯也在梦里与露娜做出了最后的道别。ここにいらしたんですね。ルーナも。もう一度お会いでき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みませんでした。え？どうして？私はもうカンナギの使命を終えたから。終わっても一緒にいられるでしょ？神々はノクティス様の力を認めました。そして指輪もあなたの手に戻ります。皆さんのところへ戻られたら、レネブラエをお尋ねください。たくさんの花がノクティス様をお出迎えしますから。ルーナは？あなたが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ったこと。私は、それだけで十分です。僕は、死んでもルーナを助けたかったのに。もし、心細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ら、私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からは、少しだけ離れた場所から、あなたのことをお守りします。さようなら、ノクティス様。当诺克提斯再次醒来后，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与内疚。他永远的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看着手里的光耀之戒，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为了获取更多的力量，他们决定乘坐列车前往帝国首都，夺回被抢走的水晶。只要有了水晶和光耀之戒，他们就能重建被摧毁的家园。但这一系列遭遇却让诺克提斯意志消沉，不仅没有带上光耀之戒的勇气，就连鱼也不想钓了。在如此消极的氛围下，四人之间的氛围压抑到了极致。好在伊格尼斯用自己的决心表态，这才让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缓和。然而就在列车行进的路上，那个说翻脸就翻脸的亚丹竟然出现在了列车之上，夺妻之仇让诺克提斯瞬间失去了理智。就这样，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大量帝国的士兵也包围了行驶中的列车。诺克提斯一路追着亚丹来到了车顶，正好看见亚丹拿枪指着黄毛。为了保护黄毛，他直接把亚丹推下了列车。但这一切不过是亚丹的障眼法而已，他推下去的竟然是黄毛。诺克提斯也被亚丹一枪托砸晕。当他醒来时，列车也即将抵达露娜的故乡戴涅布莱。考虑到车上还有其他乘客，他们只能暂时放弃黄毛，直到抵达戴涅布莱，他们才得以下车。在这里，他们再次遇见了女龙
龙骑阿拉尼亚。此时，戴涅不莱早已在帝国麾下的史骸攻击下沦为了一片废墟，女龙骑也早已脱离帝国，带着原来的佣兵部队救援这里的无辜百姓。在女龙骑的帮助下，列车上的乘客们得到了安置，三人得以继续向着帝国首都进发。就在他们途经冰神西瓦所处的极寒溪谷时，亚丹就像王子的私生饭一样，又一次追了上来。但下一刻，之前那个神的差役甘迪亚娜竟然伴随着一阵刺骨的寒风出现，他仅仅只是在亚丹嘴唇上点了一下，便将其冻住不洗澡。原来甘迪亚娜就是冰神西瓦，他来此的目的也是为了履行与露娜的誓约，将冰神的力量赐予诺克提斯。此外，他还讲述起了这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原来他们这个世界拥有着6位神的守护。起初，冰神西瓦觉得人类虚伪且脆弱，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炎神却不这么想，他相信人类的无限可能性，于是给予他们火种，使得人类繁荣昌盛了起来。冰神就这样被炎神吸引，成为了一对恋人。然而炎神却低估了人性的丑陋，当人类达到了一定高度后，他们就开始放下筷子骂娘，竟然试图排挤6神的统治。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让炎神当场破防，我拿心教你，你拿尿教我啊！于是炎神是要将人类连同世界一起焚毁。为了守护炎神曾经相信的人类，冰神不得不与炎神战斗。就这样，6神与人类之间陷入了混战，最终整个世界伤痕累累。而在6神沉睡的时间里，炎神却不知为何变成了史骸。当冰神苏醒后，本想解放炎神，但却被帝国阻止，丧失了力量。由于帝国想依靠史骸统治世界，加上史骸在夜间会变得更强，所以帝国打算将整个世界都笼罩进黑暗之中。而冰神之所以帮助诺克提斯，是因为冰神曾与年幼的露娜相遇，他被露娜坚强且温暖的内心所感动，所以很早就与露娜缔结了誓约。得知了事情的经过，诺克提斯竟然再次看见了露娜留下的残影。为了不辜负心爱之人的期待，诺克提斯终于振作了起来。看着眼前被冰冻的亚丹，诺克提斯毫不犹豫地打碎了他的身躯，但亚丹却并未死去，反而是完好无损地再次出现。原来亚丹是想死都死不了的存在。他随手拿出了黄毛的手枪，并挑逗起诺克提斯，如果想要救出黄毛，拿回水晶，就得继续前往帝国首都，他会在那里静候王子到来。至于黄毛为何会被抓起来，时间就得回到他被推下火车那一刻。为了追上同伴的步伐，黄毛一路顶着冰天雪地，在艰难地行进了数日后，还是被帝国士兵发现，并被带到了帝国的魔导兵生产基地。在这里，黄毛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帝国的极端科学家瓦斯戴尔为了实现魔导兵的量产，竟然用自己的基因培育出了数百万的人造人，并将这些人造人史骸化，这才有了源源不断的魔导兵。而黄毛正是这几百万个人造人的其中之一。只因在他小时候有幸被国王路西斯顺回了王都，这才能够安然无恙的长大。所以严格来说，黄毛还得叫这位极端科学家一声老父亲。为了能够得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极端科学家甚至将自身史骸化，从而转变成了所谓的不灭者。关键时刻，女龙骑阿拉尼亚从天而降，发现黄毛这个老熟人后，便立即带着他逃出了基地。之后二人找了一处山洞休息。黄毛因为自己是帝国人造人的身世，觉得自己已经没脸再去见王子了。见黄毛如此颓废，女龙骑直接翻身骑到了黄毛身上，狠狠地奖励了一下自我怀疑的黄毛。いや、うじうじと。だったらどうする？人からどう思われるかが怖い。自分がどうしたいかわからない。そんなの死んでるのと同じだね。誰に何を言われようが関係ない。自分が信じるものくらい、自分で決めな。明日、私は新型を倒しに行く。あとは勝手にさせてもらうよ。第二天，被骂醒的黄毛也决定和女龙骑一起去跟自己的过去做个了断。